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我的英国买房系列第一期呢，介绍了在英国买房7部曲当中的第一步，也就是你可以提前半年开启的准备工作，包括你的签证与钱有关的首付和贷款准备，以及个人信用检查。那么今天这期呢，我们将沿着时间线探索在英国买房的第2步，如何找房和如何看房。真诚推荐啊，即将或者是未来打算在英国买房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呕心沥血分享的这个买房系列。首先呢是找房，这个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啊，是要对符合你预算的区域，你有一个从它的房价趋势，然后社区环境、学校、交通等等配套措施有一个框架上的认知。找房呢，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奔向了 Rightmove 跟 Zoopla 这2大在线平台。其实直接联系当地的中介呢，也是一个快速途径，因为没有人会比他们更快的拿到最新的房源。讲一下，虽然这边的中介呢，它其实本质上是为卖家服务的，因为毕竟最后的佣金呢是由卖家支付给他们的。但你作为买家呢，跟他们取得联系之后，他们不断的通过邮件给你更新你想了那个区域的最新房源，其实也替你省去了这个筛选的时间。重点的说一下 Rightmove 跟 Zoopla 这2大在线平台是英国地产界的巨头，除了搜索展示这些基本功能之外呢，你也可以在这2个平台上呢看到一个房子它周边的配套啊、学校啊，以及附近的房产在最近几年最终的售出价，对这个区域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我个人的观感上呢，更喜欢 Zoopla， 因为我觉得它对买家呢更友好。这个好呢，主要是好在多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分析上。比如，如果你对某一个具体的邮编区域感兴趣，那在 Zoopla 上你可以看到呢关于这个片区的大概信息，像它的治安啊、它的交通、学校啊、生活便利啊、休闲娱乐设施。你还可以看到关于这个片区人的一些分析，比方说邻居们他的收入高低比例，房子是租的多还是买的多，甚至细致到这个报纸的受众比例，到底是看偏左的 The Guardian 卫报的人多呢，还是看偏右的 The Telegraph 更多？而对于我们买家最关心的房价，这个区域它最近半年的成交价格和过去3到5年的一个趋势对比，它最近的这几年呢是涨是跌，涨幅跟跌幅呢分别是多少？我现在入手呢，到底是处在它最近这几年的高点还是低点？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有参考价值。 The sum of the square roots of any two sides of an isosceles triangle is equal to the square root of the remaining side. That's a right triangle, you idiot! Go! 而聚焦在具体的房子上呢，其实这2个平台都能够查到现在这个房主他在当时拿下来时候的成交价。这边的法律呢也是要求你必须注册登记的，所以还是保证了一定的市场透明度。不同的是呢，在 Zoopla 上你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房主他的前任当初的挂牌价以及当时他出售时候的样子，所以现任这个房主呢对这个房子做了多大的改变、装修啊还是改建一目了然。当初他是高价入的呢还是低价入的，你也了解得很清楚。这些信息呢都帮助你对这个房子的前世今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前世今生听起来有点吓人哈。虚拟的了解完，咱们就可以出门联系中介看房去了。关于看房呢，这次我也参考了很多老生常谈的经验，比方说你看中的房子呢，你要多看几次，在这里呢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想补充一些结合英国的房屋市场的特点，我觉得你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首先呢是关于房子本身，第一个呢就是 chain 这个词，其实对于之前在中国生活的我来说呢有点陌生。它字面意思呢就是链条，比方说有 A、B、C 3家 ，A 想买 B 的房子， B 想买 C 的房子，但是 B 呢他必须得先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以后才有钱去买 C 的房子，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 chain 一旦多起来了，中间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会有麻烦。简而言之，如果买房的人呢需要把自己房子卖了才能买新的房子，那这个呢就形成了 chain， 而无需卖房再买房呢就叫做 no chain 或者是 chain free。通常来说，带券的买卖呢都会耗时费神，因为在合同正式交换之前啊，这个链条上的各方他都有权反悔退出交易。但是，一旦合同交换了，任何一方要反悔的话呢，他都需要向其他的买家、卖家支付这个房屋10%的违约金。所以 chain free 的房子呢最省事，因为这意味着你成交付钱了之后呢，原房主他随时都可以搬走，而不需要他等到拿着你付的钱买了新房入住之后呢，你才能顺利入住。也正因为如此啊，所以首次购房者跟全款买房者呢，通常在这个市场上更受卖家欢迎。第2点呢，就是房屋的新旧差别。在英国呢，并不定新房子更吃香哦。我在之前介绍了为什么英国人宁愿买这个老破小的 house 而不愿意住新公寓的视频里面介绍过英国的住房短缺问题，这也导致了近年来不少的房产啊，其实都是为了完成政府的新建房屋政策而赶工出来的，有一些呢也因为质量问题而屡上新闻头条。所以开发商是否靠谱，社区是否成熟，也是考虑购买新房的人呢需要睁大双眼的。
而老房子呢，英国建立美丽房屋的历史悠久，如果你心动于维多利亚式或者都铎式这些老房子，它们通常花园和其他的空间更大，但是老房子呢也面临着维修成本高、能源效率低这些问题，这些都是你需要在看房的时候仔细观察跟询问的。比方说房子内部最近这些年有没有做装修啊，热水器是什么时候更换的，地板地毯它的年份，以及家具家电哪一些卖家会留下来，因为有一些可能是他们当初装修的时候呢按照特定的尺寸定制的。第3点是关于房屋扩建，如果你买了永久产权的 house， 并且你有扩建计划，有时候户型图上呢它可能标注并不太仔细，比方说现有的阁楼高度啊是否允许你进行扩建，还有当地的 council 申请有没有一些格外的规定，这些呢你都可以在看房的时候一并咨询卖家或者是中介。在这里呢想重点提一下英国的一种房屋，就是位于 conservation 也就是保护区域的，在伦敦被列为英格兰保护区域的这个历史建筑啊、公园啊、房产大概有1000多处，一处是指整个区域可能包括成百上千的房子。当地 council 对于这种房屋它的装修跟改建呢是有更加严格的规定的，甚至严格到它的外墙和屋顶要涂成什么样的颜色，以及门窗要保持什么样的形式。也就是说，尽管你是主人，但是你也不能随心所欲。那这种呢可能就不太适合想要在改建上大展身手的朋友。看房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要关心这些和房子有关的问题呢，还要关心一下人。一个呢是尝试询问一下左邻右舍的情况。在英国除了独立的 house， 其实不管是联排呀，还是半独立，还是公寓，你都很难避免邻里相处的问题。所以隔壁的邻居住的呢是有孩子的家庭，还是独居老人，吵不吵闹，宠物爱不爱叫，然后好不好相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那提到在英国邻里相处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不好相处的邻居，要如何合理的维权，我之前的节目上有分享过。2呢是要问一下卖家为什么要出售，以及他有没有一个时间表。通常大部分人卖房呢是要升级房屋的大小，或者是因为工作生活的变动。如果卖房的理由听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合理，甚至有些奇怪的话，你可能需要对这个房子，甚至于这条街和这个片区进行更多详细的了解。而了解卖家是否着急出售，也是为了后面出价这个心理战术啊做准备，知己知彼。这段时间看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房子跟遇到的人都常常让我感慨啊，吾生而有涯而知无涯。忍不住呢想分享2个。房子 A 去之前呢，我就了解到它是7月份的时候才买入，10月份就挂牌出售，而且看图片呢装修还不错。去看房的那天一踏进屋子我就明白了，因为嗅觉跟触觉都告诉我这个房子应该刚刚装修完不到1个星期。这种呢应该就是英国那种非常专业的 builder， 专门收那种老破小，然后进行装修，然后转手挣差价。这时那位看上去是房东的一个中年男子呢，就一边在吧台随意的洗着杯子，一边跟我们说，你们随意的看啊，我收拾一下家。我跟我先生呢就面面相觑说，好吧，那您慢慢收拾。然后呢我们就去参观了他的楼上。楼上呢他的主卧还特地挂上了一些旧的衣服，次卧呢被布置成了一个 baby 房，婴儿的摇篮啊、玩具啊一应俱全，而且还有这个男子和一个小孩的照片。但是呢这些玩具和摇篮都是新的。It's a trap! 卧室的门呢都关不上，因为地毯呢是新铺的，而且踩上去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啊，感觉上装修的质量也不是特别的过硬。然后我们就下了楼，我先生就跟那个男主人攀谈，就问他啊，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要卖你的房子？这男的就说啊，因为我们有了2胎，所以我们要着急搬新的家。这个时候呢，在我先生那声 congratulation 里面，还在厨房一边研究着这个橱柜，还有那个连膜都没有撕的这个案板的我，在心里想说，哼，你就编吧。This is a simple lie detector. I'll ask you a few yes or no questions and you just answer truthfully. Do you understand? Yes. 最好笑的是，我们看到他隔壁几家前院跟后院都打理得不错，崭新漂亮，所以我心想，哎，邻居还不错，认真生活的样子很美哦。结果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一排房子除了第一户人家，剩下的3、5、7、9全部都是在今年夏天购入，然后转手卖出去的。其实在英国，这种装修团队把它倒手之后再转卖的房子是蛮常见的，但是我本身其实不太倾向买这样的房子，因为我觉得它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房会面临一个状况，就是我不知道我住进去之后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跟问题。因为这种房子它本质上它的装修就不是为了让人住的，它是为了把它包装进行再次出售的。房子 B 是一个社区环境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3房的大 house， 和我们这一路看到的很多略显粗糙的一些人家的大后院比呢，这个院子它一大半呢都铺着非常整齐的砖，会让你觉得它是否稍微应该返璞归真一点点。你要知道在英国呀，要找人来把后院铺平一大块，这个人工费是不便宜的。
最让人惊喜的是呢，这个房子挂了2个月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刚刚降了价，比周边同户型的呢要便宜了将近5万镑左右。于是我就带着这个7分心动跟3分疑惑的心情呢，给中介打了电话，问一下这个馅饼还在吗？中介就说呢，房还在，但是呢这个房子呢有 Japanese Notweight。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个啥？房东是个日本人吗？Japanese Notweight 中文名叫做日本虎杖，它是英国乃至欧洲一些国家房屋的一个大杀器。这种植物呢本身是长在日本的火山口周围，然后被英格兰的植物学家呢带回了英国，逃脱了这个痛苦的原生家庭之后啊，从此这个植物就一发不可收拾，迎风招展，肆意生长。那在英国呢，它可以长到3到5米高。最可怕的是，不管你是铁石心肠的这个机场跑道、铁轨，还是你是柔软娇美的英式田园，它可以入侵你的地下，破坏房屋结构，而且它很难斩草除根。据说要动用挖掘机掘地 N 尺，把它送到遥远的垃圾场进行填埋啊，它也可能残灰复燃。嫌弃伦敦的房价高，哼，虎杖心想，我一出手，瞬间跌给你看。如果房主呢任其生长，那这个房子呢会有被评估为危房的风险，房价甚至可能会被跌到50%甚至更低。日本虎杖的治理呢，每一年要耗费英国1亿6千万英镑，钱财还好，有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14年，一位52岁的大叔在饱受这个可怕植物的困扰之后呢，精神出现问题，他杀掉了自己的妻子，然后选择自杀。在遗书当中呢，他表达了觉得自己的人生被虎杖支配的这样一个深度恐惧。而在买房这件事情上，买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银行不愿意贷款给这样的房子。法律规定呢，如果卖家一旦知道自己的房屋出现了该植物的话，他必须要对买家坦诚。但如果真的不幸买到这样的房子，而且前任没有在任何文件上对此进行过正式声明，你是可以直接对他进行索赔3万英镑甚至更多。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找专业的团队检查房屋整体，包括后院，这个钱千万不能省，不要小瞧专业的力量，甚至有时候这些团队呢还会带上神秘帮手。Knotweed, for example, may have been treated before where there's no visible sign above ground of the knotweed, but the root system is still in the ground, alive, but hidden. 而我们呢，在经过兜兜转转3个多星期的看房之旅之后呢，终于对心动的房子下 offer， 并且被接受了。问题来了，在英国买房子出 offer 的时候，讨价还价的空间有多大呢？有什么客观数据参考和个人经验分享吗？我们回头再聊。好了，感谢朋友们听我聊在英国找房看房的经历，希望他们对你有用。如果你有好的经验，或者是说有趣的故事，咱们评论区见哦。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的话，一定要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与是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